加拿大这钱也好挣啊，是不？给别人打工的话，一天800，自己干一天怎么挣几千块钱？你就像你说不会干都得200多，可这不挺好吗？这哪有语言障碍，对不？Hello， 大家好，我是东南，欢迎来到零下56。今天这期节目呀，是零下56成立以来啊，我最喜欢的节目之一，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哈。因为咱们自从做采访以来，很多人都说啊，东南你们采访的都是一些个律师啊、医生啊，需要一些高英文啊、高学历、什么都高的这样一些移民啊。我们这些普通人能不能移民呢？有没有些这些例子鼓励一下我们呢？哈，今天这期节目呀，咱们就是采访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大哥，56岁啊，跟咱们零下56还挺有缘分的啊。初中文化，零英文啊，大家可以听出来是吧？他这个背景可能在移民里也不算是拔尖的，甚至是还可以说是比较普通的。但是他已经成功来到了加拿大，成功移民，而且呢，每天据他采访里所说的，还赚的钱比较多哈。他不是咱们刻意找的，他也没有找咱们啊，是我在这个加拿大多伦多一个叫万锦的地方出差的时候，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这个华人小饭馆里吃豆浆的时候看到了就是这样一位农民工大哥哈。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呢，就被他这个非常朴素的这个外表所吸引了啊。然后我就说，哎，你看这位农民工大哥，跟我的团队说，我说他非常像我家乡的这种人啊，非常有亲切感。我当时只是有亲切感哈，但是我的这个摄影师朋友就说，哎，咱们能不能采访他呢？如果能采访他，那这多有故事性啊，是吧？哎，我一下子就激起了我这个好奇欲和采访欲啊，我就这个壮着胆子上前凑近他，我说这个能不能跟你聊一聊故事啊什么的？哎，他还是非常亲切哈，他说可以啊，我愿意分享我的故事。所以说，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镜头来看一看这位56岁、初中文化、不会英文的农民工大哥是怎么移民加拿大的。哎呀，这么高的树啊！这上面都盖下来了，来开。我的天，这挺危险的，这个还是？这不危险，那不危险。不危险吗？啊！哎呦，就往下扔是吧？砍掉了往下扔。对对对，这是你吗？这个？这是我。哎呦！您主要是干啥活？或者平时？我是呗，我做园艺。做园艺多一些。您是做什么工作？我是做外墙，外墙装修，园艺外墙装修，完了王哥啥都做，锯树是大拿是吧？是这意思吧？人家是专业的，专业的事儿。你学过呀，王师傅？没，这是我这天修这个树，你看这个树大不大？这么粗？嗯。哎，这太粗了！我都不敢修，谁敢看这树？你瞅着像树精啊！树精，树精有。你看这人来这里，把那附近站着，你看是我的啊，树就老难。看不见人了，小不点儿了都是吧？跟树一比，锯树挣钱多吧，是吧？对，之前还行吧。给咱们透露，王哥，锯树挣多少钱？方便吗？方便。一个小时挣给别人打工的话，一天挣800。一天800加币。800加币，一天挣800，那蛮多的哈。一个小时挣的这么多，自己干一天怎么挣几千块钱？几千加币一天。对。挣这么多呢？太多。干的活收徒弟嘛。看到没？两辆车，一个车10来万。我说大学看一个。王哥有2个车。对，两辆车。一个车都10几万的车，一个是13万多，这么贵的车。看来在加拿大做这个工作挺赚钱是吧？挺赚钱，但是人家特别低调。还和别人不一样，有钱人都下边是吧？炫富是吧？对。王哥这个人就不炫富，就是特别低调。哦，哎呦，这么有内涵的。王哥说一说，是不是低调的人？对，我不低调。你不低调吗？实就是低调，怎么挣的少就挣的低调。我是业余去锯树，平常就干这些装修的园艺干啊。下雨的时候他休息一下，不下雨的时候不休息。今天正好下雨，让我们碰上了，要不然平时都采访不到王哥是吧？今天不打电话，我今天都了似的。你是哪年来的，王哥？加拿大？我是18年。你们俩都是18年来的。啊，您也是旅游签证来的？
旅游签证后来就是转成什么工签啊啥的，是吧？啊，这孩子什么的在这边吗？没，现在没在。啊，没在，就是自己来的是吧？我说老婆俩来。啊，你老婆你俩一起来的，旅游签证转成工签就可以干活了是吧？哦，那为啥当时想着来加拿大呢？加拿大好吗？加拿大好。加拿大啊。为啥啊？你上哪儿去？你俩去哪儿？有点事啊。哦，行，那咱们完事儿呗。咱们出去再聊会儿，溜达溜达，行不行？走。那往那边火车了，那边。走，往那走。我们跟着你，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外地人。哪外地？万锦就是这里人嘛，这妈的外地人的，你就属于这本地人，就属于本地人了是吧？万锦就本地人嘛。啊，行。你当时来加拿大的时候就觉得加拿大好是吧？那当然是不错，加拿大。谁跟你说的加拿大好？当时我在国内前就知道加拿大的、澳大利亚、加拿大都很不错的国家呢。啊，所以来这我就不爱回家了。啊，好是哪方面好？你觉得？挣钱好，挣钱好，这政府待遇也好啊。政府待遇也好。啊，政府待遇哪里好了？你正常上班，像我太太她上班，那个冬天有失业金呢，失业。哦，有失业金。她正常来农场上班嘛，但是你打1年税，就是冬天还给你点钱嘛，是不？这么是。大陆没有失业金吗？中国没有失业金吗？你像我来大陆是农民不行。啊，农民不行是吧？全职保险，你这样医疗也好啊，是不？医疗是免费的是吧？对，免费呀。我头几天我去检查病啊什么，这都没花钱嘛，都不用花钱，就是买药自己掏点钱。哦。你检查看病，这都不花钱。哦。哎，那个你当时办旅游签证的时候容易吗？办下来？我觉得我挺容易的。挺容易的。我不是听他们说旅游签证得查你有没有稳定工作，有没有资产什么的。对，但是我的银行流水够用啊，可能是我估计。我在家里钱，我一个月进出量挺大的嘛。你不是说在大陆时候做农民吗？农民，但是我是做中药材的。中药材的。我全是雇人，我雇人，我家里来家前雇人的就10个20个。你有自己的小生意是吧？对，来。那你这但是说是种地，但是我有地我不种，全给别人了我不种地。那你是小地主。您家是在沈阳吗？在抚顺。抚顺的。抚顺。就是一直想着出国，就来到加拿大了，是吧？对，像加拿大这钱也好挣啊，是不？钱也对比国内好挣啊。您现在是什么身份？我现在就是工作签证。将来是不是能转成这个？是，现在就转的。枫叶卡是吧？枫叶卡。正在转呢。现在就枫叶卡。你儿子孙子想来加拿大吗？我准备过2年的也让他们来。也让他们来。但是。我姑娘，我准备让她来旅游呢，来玩2天回去呗，是不是可以？是。但是来国内都有正常工作。他们都有工作是吧？对，有工作，她正常来不了。你来加拿大，他们支持你吗？支持。来哪不来这多好，吃的也好，我们吃的也好啊，想吃什么买什么，对不？想吃什么？然后你挣钱不想吃什么买什么。那你在抚顺不也想吃什么买什么？不行，我觉得来家里吃的敢不如这。是吗？不是想吃啥买啥吗？没有，舍不得钱呢。国内挣的少啊，雇那么多人还挣的少呢。那也不行，有的时候生意不好的时候有赔钱的时候。不是说你雇人就都挣钱。那你旅游签证来了加拿大，怎么就开始了砍树啊、装修啊这些活？怎么一步一步开始的？一步一步开始呗。但是我我觉得我看什么活，别人基本上他干，我看我就能干。不用像他们说学多长时间。那最一开始怎么找到那些师傅干活？你怎么去的呢？不是我也是你说找他老板呗，我去给他打工。怎么找的呢？搁网上。在网上找。刚才那网上那不就是那顶上老招人，你就可以。就旅游签证入了境加拿大以后，对，在网上找。对，你就上网上看谁找活干。对，一点点认识人，不认识越来越多嘛，认识老板也越来越多，一点点的活就好了嘛。你就像您说不会干都得200多。不会干都得200多。对，这什么也不会。
已经告诉你干点什么，你干点零活的，这样的都得200多。那这些比较有技术工种，这些砍树什么的，又是怎么一步一步开始的？砍树也是在网上看着有一个说招锯树，一个大公司招锯树，我就去了。正好公司我去前，他是头一天开干，头一天他刚买设备，刚干公司，这公司刚成立，哎呦，我就去了。哎呦，去应聘嘛，去干了2天，他说行，这就开始了。是西人的公司吗？不是中国华人。华人的公司。华人啊，那你上去锯树不需要一些个牌照什么的吗？有啊，俺们都公司全有。啊，你们公司有？那公司他现在全得有牌照啊，你全得有牌啊。不是个人需要有吗？有啊。啊，你个人也需要有。你需要考吗？还是怎么的？需要就是办这个考一下啊，考一下。这个好办。好办。英语不好也能办下来。对，可以。啊，那你当时来的时候是，怎么就选到多伦多这个城市了？我也不懂啊，他后来就打听啊，有一个搁机场接我的人，这个就一开始来蛋厂啊，我来那待了挺多天。后来我就上这也租的房，住房都不会租，租房都不会租是吧？一开始就住旅店，那一天多贵呀！是，那头几年一天40，我哪住得起呀？是，一天40加币，也不上班，天天花钱。是，一般的来这种国家赚钱都是赚了钱就回去了啊，回去在抚顺买个大房子什么。你们不想回去？不想，没想回去。为啥呢？现搁这不挺好吗？是不？搁这也挺好，搁哪都是住，我觉得这不错。那语言障碍对你们来说不是问题。对语言，你到这哪有语言障碍呀？对不？全是华人。对，像我干的工作也华人多，基本上。看来你当时选择多伦多是对了，是吧？对，这个地方华人多。这个地方华人多呀。这石家堡的。那你长期计划是啥，王师傅？怎么长期计划？长期计划就是，比如说在多伦多要有一个什么长期的计划，要未来什么目标？那没有，赶着干吧。赶着干。钱多了就有钱多的花法了，对不？才能挣着钱。现在多伦多买上房子没？没呢，还没买房呢。租房子一步是吧？租房啊，现在一步一步的嘛，先弄个交通工具，弄个车。对。是不自己上下班开的？你平时有爱好吗？除了你天天要出去干活什么的，没有爱好。就是干活。再不休息就在家躺着呗。在家躺着。那有什么爱好？我来家有爱好，就是我爱玩。爱玩。麻将嘞，扑克嘞。就在抚顺的时候是吧？对呀，在家。在这儿没有这个机会了。没有了。您今年多大岁数？方便问吗？可以，没事，我56。56岁了。还跟我们频道挺相像，我们就叫零下56，我们频道还挺有缘分，咱们有缘分。希望你这期节目能鼓励到很多人，好不好？好，王师傅。好。等你你有我电话，等你那个干活的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我们再去拍一拍。对。你看哪天我觉得我干这活有意思的，你去看看。行。你拍一拍。行，王师傅。行，那谢谢啊。感谢你今天偶遇，太好了。偶遇你，跟我们说你的故事。行，那我干什么？我提前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咱俩联系，我有你手机1888吗？不是？对。要发是吧？对。祝你发大财啊，王师傅，好不好？好，祝你发大财，很开心跟你聊天今天啊，谢谢你的时间，谢谢你，好，拜拜。那就先这样啊，拜拜。哎，再见。大家从这个视频里可以看得出来哈，王师傅是稍微有一点点腼腆啊，非常朴素的这样一个人，尤其是他朋友走了以后呢，他就不太好意思对着镜头说那么多了啊。我们也没有挽留他啊，但是留了一个话口，说，哎，你能不能在你其他的或者说砍树的时候，或者说干活的时候，可以邀请我们拍摄呢？啊，他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会联系我们。结果当天晚上他就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东南，我第2天要去哪干活，你们如果愿意，可以过来拍摄我啊，我非常的开心哈，跟我们团队临时调整了这个行程。第2天准备深挖他一些更深入的故事哈，结果果不其然，我们来的时候呢，因为是第2次见面，所以他就把我们当朋友了，他这个话匣子就更打开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更多的一些故事。咱们来看看王哥工作的这个场地啊，他昨天说让我跟他在这儿见面。那开车那个是他吗？王哥，哎，哈哈哈，哦呦。
你这已经干开了是吧？几点来的？啊，7点半。7点半就来了。7点半之前，我7点20到了。那你得几点就起床？7点半来。我不到6点。不到6点就起来了。吃饭了吗？早晨？吃饭呢。早晨不吃饭你怎么干活？这不吃饭干不动是吧？对。你干你的活，不用管我们，我们就在这记录你啊。记录。谢谢你让我们来啊，王哥。没事，今天这没治这个模板呢。要是不挖土不塌方的话，今天就治模板了。哦，治模板了就是吧？对。啊。那正常就是治这个板的。哦。你每天都有活吗，王哥？我想干每天都有活。想干每天都有活。这是活多干不过来。哎呦。那说明，如果这个国内有想干你这个活的，还是可以来的，是吧？可以来呀。这个活多哈。你只要能，不是，你这个，你到加拿大，你能出力，你肯出力，你干活好的谁都愿意用啊，哪个老板不爱用啊？只要肯出力，又能赚到钱，是吧？对呀。你加拿大像夏天、冬天不行，这个地区，你夏天，只要你能出力干活好一点的，一天都能挣个300来块钱。哦，每天都能挣300多加币。哦，今天要干到几点，王哥？怎么也得干到7点半8点吧。哦，晚上7点半8点。对，下午。那你带饭了吗？中午他们买饭。哦，买饭给你吃是吧？然后晚上就回家吃是吧？对，晚上回家吃。这地方都中午基本上都管饭嘛。你不给你买饭，他也得给你钱。你还没出过多伦多呢吧？来到加拿大？没有。还没出过多伦多？没。天天就是干活挣钱是吧？瀑布也属于多伦多不？啊？瀑布不属于了。那我上过瀑布很多次。瀑布是吧？也是工作。哦，也是工作去的。对。我还以为你是去玩去看大瀑布去了。到那工作吧。那你有没有机会工作之余去看看大瀑布？没时间。哎呦我的妈呀！你去了大瀑布了，都没去看看大瀑布啊？哎呀，工作着急工作，哪有时间去看呢？你来18年来的，来5年了，你离大瀑布这么近，没去过大瀑布啊？没。但是我不怎么愿意玩啊。那你得休息休息啊，王哥。啊？你天天这么干，你不休息休息吗？休息啊，下雨天，昨天不就休息了吗？昨天下午休息，你啥也没干呀，你就得搁家再待着来着。但是碰到我们了是吧？对。昨天下午就休息，这2天老下雨，休了好几天了啊。本来昨天也应该来这儿干是吧？哎，王哥，你将来还准备一直待在多伦多吗？还是想去其他的城市？有个老板一直要跟我上温哥华呢。哦，要去温哥华了，将来。他要去上那去做，他说要上那开个技术公司。让你去给他聚去是吧？不，那我得开公司啊。哦，你开公司了就？那我得没有我就不能干。你做老板了是吧？不是，我也得做呀。哦，这我合伙呗是吧？对呀，你得合伙去。合伙他英文好，他可以找活嘛。他英文好，他负责这个业务，你负责具体的这个技术是吧？对呀。哦，哎呦，那你到温哥华当老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给你庆祝一下，好不好？那我现在还没打算呢，看看吧。现在听说退休呢？干不动了就退休了。大概不是干不动，那我怎么得干到60吧，60往上。60。要干不动了，要是行的话，我找着活了，我可以雇人干嘛。当老板不是当老板，就是你瞅着哪地方干，你像技术这方面你掌握着，别干错了，你可以雇人。只要有钱赚，你可以雇人干，对不？这加拿大老板不都是这么的吗？那有没有憧憬一下退休以后的生活，王哥？没有，但是也得干呢，挣钱啊。退休以后也得干。中国人不就是为了挣钱吗？中国人就是挣钱，是不？你看人家外国人，俺们在一起呢，外国人一天挣的钱就是这么说很少，没有中国人挣得多。我们在一起上班的。那他是挣点花点。还有我还遇到那种外国人，人家干几天有钱了玩去了，就玩去了，花了回来再干。始终兜里没有钱，不像中国人兜里有钱呢，对不？那你咋不学那些外国人？我不学，中国人就没有那个思想。
没有那个思想是吧？你看外国人干活8个小时完事儿了，中国人只要给钱，你我都干过18个小时。哎呦，晚上也干。哎呦，你中国人给钱不就干吗？是不？你没发现东北人实惠吗？是。东北人脑袋不行，不想那些歪歪溜的。对，没有歪歪溜的。我心里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就怎么说，对。东北人就这性格。是。所以东北人东北人脑袋直嘛。你看东北人要做生意干什么，你就赶不上南方人。是吧？脑袋不行。咱们不聪明，想法多是吧？脑袋不聪明。你看东北人来南方嘛，来南方。就做生意前，老让南方人骗呐，是吗？他老动不动就把钱给骗走。哎呦，那我可得把自己团队里的南方人清理清理了。对，这南方人太鬼了。南方人也有好人，也有好的，咱不能说都不好，也有好啊。是。但是东北人当中也有不好的，也不能说他都好。是，也有好有不好。您那个上学上到几年级？我念到8年呢。8年级。就是高中毕业呗。不是，那属于初中只有初3嘛。我上学那属于初3。上到初3就不上了。我就不念了，我赔了，我还不予念了。当时我学习来我们班儿是好的，好学生是吧？我说不念了，不学了，老师都不同意，那些老师全找我。那为啥突然就不想念了呢？那前是那个时间，就是你就考上大学了，下来上班的工资是1个月就挣30来块钱，我那个时代。你就所以我以为太少了，我寻思我干什么也不能1个月挣30块钱。所以我就不干。上了大学1个月才挣30块钱？不是一个月是300来块钱可能是。反正不多，你的意思就是吧？挣的太少了。一天就挣几块钱。所以我就不念了，我寻思这也没用。但是我们的同学呢，很多现在都上班，都可行了。人就是命。那些我们当时我那些同学就是现在上班了，他学习都不如我。是吧？我可以说不说，我一直在初3前也是学习委员。学习委员呢？一直就学习委员。你这考试多难都第一，就是不念了。我是数理化学的好。哎呦，太可惜了啊！你儿子上大学了吧？他没上。他也没上大学。俺家姑娘上的大学。俺家小子也是不听话，不上。不听你话。你没把你这个故事给他讲讲吗？现在国内的孩子哪有几个干活？没有干活的，就干这种体力活是吧？没有，种地都没有。你看我们农村的孩子没有种地的，都不种地了，都不种地。那咱们农村的地谁种呢？将来地都是这些最年轻的得40几岁、45、6岁往上的种地，都得50、60岁的老家伙，60、70岁的种地没人种地。那将来咋办呢？不知道，地谁种的？不知道。将来这些老的没了，完了，是不？都不愿意种地了，现在孩子是吧？孩子都来城里了，都上城里上班。你们村的那些人有没有想着跟你来加拿大干的？那肯定有想啊，肯定有想是吧？我们那个地区的，这我朋友，现在我有2个朋友在我这办呢，不知道能不能来。往过办的是吧？也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是吧？对，都普通。有一个也是我们在韩国在一起干活一个朋友。韩国，你还去过韩国呢？我来韩国待了5年。你在韩国待了5年。怪不得你办加拿大移民容易，因为你去韩国韩国干过，完了你有韩国签证，可能是吧？对，对你加拿大的这个旅游签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我不懂，反正去办他就给办来了。那你当时咋想的就来加拿大？为啥不去美国呀、什么澳大利亚那些国家？当时就寻思加拿大这个国家挺好的，他们说工作也好找，挣钱也可以。你听谁说的工作好找，挣钱也可以？
在家里他这互相这些人都有说的啊。你就是办签证的，他也说呀。啊，互相就聊天是吧？对。啊。再个韩国不如加拿大。韩国不如加拿大。挣钱这方面，但是他的条件好啊。啊。卫生什么比这好？哪里条件好啊？韩国的？韩国哪里都好。哪里都好。啊，人家那街道老干净了。你想找个垃圾袋什么都没有。你这场有的地方你看没，就有的垃圾袋垃圾。加拿大有的地方有垃圾袋。对。啊，那你那会儿没想到留在韩国吗？没。啊，那为啥呢？但是还也是想家嘛。但是现在就想留在加拿大了。加拿大觉得还是比韩国强了。比韩国还是强是吧？除了街道上没有韩国干净，其他地方还是强是吧？挣钱还是比韩国好啊。挣钱还是好是吧？要挣钱选择这就是对的。你来这样你有什么特长能发挥出来？你来韩国不行。来韩国我们就是想挣的多，就是盖高楼。我们村原来有好几个我们在一起在韩国干的。啊，有好几个，基本上都是干6、7年、7、8年都回家了。啊，回家了，挣够钱就走了是吧？差不多了，他不能永远来外边他对，来韩国。对，语言也不通是吧？语言来那时间长就行，简单的就可以了。啊，你还会说韩语吗？简单的，给咱们说2句。不行，说也不标准。我跟他们韩国人，我觉得我说的标准，但是我说了，有的时候他还摇头，听不明白啊。你觉得你说的很标准是吧？那我觉得还可以，咱们也是，他那舌头，咱们舌头硬是怎么的？你英语现在说的怎么样？啊，英语更不行啊。我来那韩语我是自学。哦，韩语是自学的。也没有韩国人，我就自己学，所以发音不是那么准，也不跟韩国人在一起。你在韩国干活5年，还没有韩国人吗？没有，全中国人在一起，和这一样。全是中国人。全中国人，你说我们干那个全是中国人。那你来加拿大的有机会跟这个本地人接触吗？加拿大人？没有，没有机会是吧？基本上接触他都中国人。哦，那他们要跟你打招呼啥的，你怎么办？那咱们也打招呼啊，就是 say 个 hello 还是可以的，是吧？啊，那他打招呼一般是 How are you 的时候多。How are you 是 How are you 你是可以回复的是吧？咱们都这么说。再早晨 morning 的 Good morning 也可以回复是吧？啊，除了 Good morning、How are you 还会别的其他的英文还会吧？不会了。那你考驾照咋考过的？考驾照中文呢？中文。就是理论基础是中文。对啊。那个上车的时候呢？开车他看他手怎么摆比的。哦，他手告诉你。对啊，你要是左转，他就这么的，你就知道左转了；这么右转，完全不交流，你俩。一句话，我考驾照前我一句都听不懂。我刚来了不到1年，我考的驾照。一次就考过了吗？都是一次过的。太厉害了吧你！这个记牌一般的都考不过，是不？我觉得挺幸运。你太幸运了。我就1次考过了。我们这摄影师就没考过，说不好考。不是这个记牌不是你没考过，我也是很多就考记牌的，基本上有的都考多少次才考过。我就挺幸运哈。你这非常幸运，非常厉害。挺幸运1次过了。你生活中，王哥有没有来了加拿大需要用英语，但是你不会比较尴尬的时候？那有啊，那能没有吗？啥时候？你给我们举个例子。哪次？不是很多，有的时候跟那个外国人有业务的时候，说话干什么，有的时候就弄不明白嘛。人家要告诉你干什么，对，你听不懂是吧？他要干什么，我想干他的工作干什么后弄不明白就开始用手机那个翻译软件用手机翻译软件是吧？有的时候慢慢看有的时候翻译还不那么准，有时候是翻译不准了，有的时候还有那个时候，我们说完之后说中文，说完之后不就变成英文了吗？有的时候说的可能就是不是那么标准他字儿就变了那就俩人都乐了，不是那么事儿，是不？是。但是跟我锯树的时候是有老外的。干啥时候有老外？锯树有2个老外。锯树的时候
我们公司有俩老外。啊，那你咋跟他们交流？往那边点，就说往左边点什么的。现在来一起还都明白了呢。你看这比量他都明白，说中文他都能听明白了。中文都能听明白。你说你把老外逼的都说中文了。俩老外，剩下都是中国人，所以这些人都说中文啊。说中文，他们逼的就都会也会说啊。把老外逼的说中文了是吧？像我们用这些东西一说，他就知道拿什么啊。我昨天还说你跟咱们挺有缘分的，你今年56岁，我们叫零下56频道，你说多有缘分是吧？零下56频道啊，要不然咱们这遇不上。你们这播放量能挺大吧？你们一天拍？我们最多的有100多万的播放量。哦。记录一些好的播放量就大，是不？对对对，你这期应该播放量很大。那我这期我觉得不好，我们干这个好吗？你要记录我干别个有的好的，那个播放量就能大。这也挺好的呀，盖板不是挺好的吗？不，下次我们在砍树的时候跟着我去。行。看怎么锯树，加拿大那个有意思。我就想记录你砍树精，用你的话来说，砍树精的时候我就记录你。你几号去砍树，王哥？对，星期天吧。星期天去砍树。对呀，星期天你不是走了吗？星期天我们走了，没事儿，我们下次还来呢。我们一老来那个多伦多，下次再来的时候，咱哥俩再见面啊。下次再来。时间充裕的话，咱哥俩喝个酒，好不好？可以。晚上我请客，咱哥俩好好唠一唠。我请客也无所谓。不行，那必须我请客。你要以后有机会去卡尔加里，完了一定找我玩啊！可以。卡尔加里可好玩了，有这国家公园什么的，可美了。你宣传出国的啊？就是记录你们的生活。记录有没有跟你说要出国的？有。那很多有，你能给办了不？能啊，那你可厉害了。你要想出国的很多，要说能弄来，那老想办的。能，只要他们跟你一样能吃苦，咱们那我找像我们那个家乡的凡是来的都能吃苦啊，都能吃苦。我们是农村的嘛。但是你这个发上去，国内要有来的愿意来，的确，这个国家你就想，咱们说挣钱呢，是比一般国家都强。我估计美国也不如这。但是现在你让我上美国、上澳大利亚，我也不会去。不想去是吧？对呀，我来这已经就是说的，已经干开了嘛，属于是不？你换个新环境，你挣钱指定不行。已经扎。你还得从头开始。对。他有这么个问题。你们这一天挺好，他们上优酷，那你们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挣得多？我们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我们挣不了多少钱。他们说播放量大，你们说能挣很多钱，哪能？真的？一个月能挣几万？挣不了，哪能挣几万？挣几万，我们早就出去玩去了。不是，那也得干这个记录生活，播放量大，他们说就能挣钱吗？希望你这期节目播出以后，我们能挣好几万，好不好，王哥？行，你给我们带来点流量。你看这些出国的，这不都得找你，不就行了吗？是吧？播放量就大了。对，他们都愿意出国，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对，你可以帮助。能帮助，到时候我给你找几个。好嘞，咱们哥俩保持联系啊。那我要找人，找的多呀。那你就怕你能办一些工签来，是不？有很多工签。像这个加拿大这些有的这个龙虾厂。什么厂？龙虾厂。龙虾厂是吧？你知道不？就是他办那个工签才不点钱。就几万块钱。几万块钱就能办工签了。办个工签来上龙虾厂上班。但是那是女的，50岁以下。女的50岁以下。对。男的不行。男的不行，男的呢还得办别个签证，就得签别个。在这有的农场可以给办工签呐，老板是不？有很多老板，有很多路子，其实都可以来，是吧？对，有很多路子。只要想来，其实很多的，你只要找对人的，就能来。
来了就好赚钱了，是不？对，是。让国内有爱来的来吧，来，我也可以给找个工作。你都可以给找到工作啊？还不带说的挣钱少啊？哎呦，我的朋友要往这来，不好意思啊，都我准备给找工作呢。啊，都你给准备找？你能给他们找到啥工作？就是和你一样的这种工作是吧？能出力的就想多挣的就找点出力的啊！你想我也不在乎钱的，我少挣点，我轻活也行，就找点轻活的啊。能想开车我给找开车的。哦，想干啥你都能给找上工作。可以啊。那说明多伦多这边还挺缺工作的是吧？啊。那我比如说我想找一个工作跟你干一天，你能给我找什么？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就是这个锄土啊、铲土啊这种我都能干。我小时候也干过这农活，跟你体验一天行吗，王哥？行，等你下次来。下次来的时候，下次来提前跟你说，我说我啥时候到，王哥，我跟你去干一天活。那天我就给你打下手，当你徒弟。对，不是我给你找点，你干点轻巧的。我就喜欢干重的，重的那累呀！你现在的年轻人不行啊。我行，我就是农村出身，我咋就不行呢？我小时候这活都干过。所以来加拿大的你就得主要学技术，你这个要让你技术精通，你看看你活就有的是。所以工资还高，我让人工资也比别人高啊。我还想干，我还想要。反正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一天，基本上都能挣200块钱，是吧？不是，这是指小工，就是你搁国内刚来的。国内刚来的，你可以搁国内就发来，保证他一天挣1000人民币，就是保他，我都保他。1000人民币至少了。对，就最少我保他。就保底是吧？啊，没人用的我用，我就给你拿给你保底1000人民币。对啊。那一个月能挣3万人民币。差不多吧。保底了是吧？任何人对，任何一个就是男的能出点力，你别说我不能干，让你干啥我不能干，就锄土你锄不了。咱们说锄土累，你可以干一会儿歇一会儿，给我干活你累了就可以休息休息一会儿你再干那你肯定挣的比这更多了是吧？那没准，哎，万一赔了呢？但是怎么得挣点钱啊，是不？但是来这只要能干呢，来这还是可以只要愿意出力就行，是吧？对呀，能出力，没有技术也不要紧。你要有技术，这不就更好了吗？挣的还多但是都可以学嘛，是吧？对呀，你来的不是也现学的砍树嘛，是吧？对，我都现学嘛。像我冬天去给人干个装修室内的，这我都给他现学的。王哥，或者你刚才说普通人都能干，就是这些小工，有没有一些个特别急缺的一些技术工种啥的？技术工种有没有特别急缺的？小工咱们知道了，200块加币一天的这种除土啊什么的，有没有技术工种特别急缺的，需要移民的这种？挺缺的，就是砌砖的。砌砖？外墙砌砖，砌这种砖的。砌这种砖的。这种工作很好找。要是你砌得好，来家是瓦工的，来这砌这个砖，那挺挣钱的。工资量上来，你会干，量上的工资就高。会干的话，工资很高是吧？对，有可能你来一天就能挣2000人民币，一天就2000人民币。但是你得熟悉2天，你不能说我来了我会干，我量上要这些钱，你去干2天，人老板看中了，对，因为你会干就能达到这2000。就国内那种瓦工呗，对，就瓦工，就好瓦工，砌砖的好瓦工其他的呢还有什么？其他再就是装修的是像那个。瓷砖的那种，但是它能保在一天1500左右，一天1500，对，人民币哈，对，就镶瓷砖呗，对，镶瓷砖，这也瓷砖像国内镶瓷砖的质量镶的好，比这好就国内镶好瓷砖这也比较紧缺是吧？对这个来工作也好找。王哥，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说的没？没有了是吧？对着镜头可以给咱们未来的移民说几句心里话或者鼓励的话。希望大伙能来移民的都希望来吧，来到这钱还是好赚的，是不？谢谢王哥，谢谢啊。没事。我下来跟你拥抱一下，然后我们就走了。不用，那不是你别下来了，别。没事，
哎，王哥，谢谢你啊，谢谢你时间，谢谢你，又邀请我们来，昨天又跟我们进行采访，那我们就走了，咱保持联系，咱哥俩。行，到时候有事就电话联系。好，好，王哥，咱就算朋友了啊。再见啊，咱也算朋友了。行，拜拜，王哥。行，咱到多伦多，到时候就打电话就行了。好嘞，过来你就打电话。咱哥俩一起，下次时间长的时候一起吃个饭，喝个酒什么的，没问题，没问题。好，王哥，那我们走了。行，那你们慢走。好嘞，好嘞，慢走。我叫东南，记住了。我记住了，我存着。好嘞，让我上去啊。能上去不？能，没问题。这农村孩子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我这都。行，那你们慢走。王哥，注意安全啊！哎，好嘞。不知道大家看了今天这期视频有什么感想啊？反正我对王师傅这个人的印象是十分的深刻啊。有2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他跟我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太近了，不是说我们俩认识，是我从小成长的环境周边都是他这样的人啊，就觉得太亲切了，真的跟他在一起，我一下就把我拉回了内蒙古。虽然他是辽宁抚顺人啊，就是他身上这种淳朴的劲儿，这种朴实无华的劲儿，就是我从小长大时的那个二大爷、那个大舅、那个三叔，就是他一模一样的这样地道的农民哈。所以说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一点距离都没有，非常的亲近哈。我走的时候也是，因为面对镜头嘛，就是稍微有一点这个emotional 哈，但是我忍住了。这是其一啊，对我的感触。第二个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个。我其实来加拿大12年，将近13年，也真的是没有见到像王师傅啊这样类型的移民的人啊。我一直都觉得，包括咱们在节目里啊，一直强调一定要会英文呐，一定要或者是这个有一定的技术啊，等等的啊。我真的是没想到，也打破了我的认知啊。一个不会英文的人啊，学历也一般的人，是初中的这样一个学历，然后岁数也很大的人，他竟然能够成功的移民加拿大。所以说呢，世界上真的没有不可能的事儿，只有你愿不愿意努力啊，愿不愿意下定决心啊。你看他来到加拿大时候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一无所知啊，但是他有这股愿意拼搏的劲儿，愿意向前的劲儿，愿意奋斗的劲儿啊。所以说他在加拿大今天也生活得很好啊。希望他的这期故事，他的这期节目呢，能给大家带来信息啊，能让大家在移民加拿大的这个路上呢信心更足，劲头更足啊。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别忘了啊订阅、点赞我们。我是东南啊，爱你们，咱们下期见，咱们加拿大见。